来，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帅子，26岁，来自山东自由职业，来有请帅子，有请。女嘉宾小燕，28岁，来自四川自由职业，来有请小燕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老师好。这个时代，这个自由职业总让我们浮想联翩哈。你自由在哪里职业着？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。哦，在创业中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那您呢？我自己做了一个工作室，关于养生啊、美容啊之类的。哦，养生美容工作室啊，好。结婚几年？我们结婚4年了。4年，2娃了。对。孩子多大呀？分别？有一个男孩，老大是3岁零7个月，第二个孩子是7个月女孩。哦，很幸福啊，很好啊。怎么了？今天是要让他改变是吗？对，因为他现在创业嘛，每天特别忙，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很晚回来，基本上都是凌晨3、4点。回来以后呢，然后就喝得醉醺醺的，回来就睡觉嘛。第二天起来，然后就走了。基本上现在家里呀、孩子啊，他基本上都帮不上任何的忙，都我自己，我得工作呀，我也还得照顾孩子呀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他现在不像以前对我们那么好了。哦。也不是嘛，因为现在年轻嘛，出来创业，白天工作，晚上肯定有一些应酬是在所难免的，对吧？也不是天天都到3、4点嘛。你1个月有30天，有25天在喝酒吧？每天都是那么晚回来的。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稳定，我肯定要去努力把工作做好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有时候外地来的客户啊、朋友什么的，我肯定要去陪。喝完酒之后，偶尔一点娱乐嘛。有时候也不是特别晚，可能。你承不承认你1个月30天、25天都在喝酒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啊。而且他现在朋友也特别多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，真的，因为他很热心嘛，朋友一打电话他就走了。有一天，已经2、3点了吧，凌晨，结果朋友给他打电话叫他出去。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结果是我们小区的那个一个朋友车停不进去了，在车位里，他说你给我停下车呗。结果穿上衣服就去给人停车，完了以后再回来接着睡。就他这样去的话，影响我们，觉也睡不好了，有孩子，而且那段时间我们孩子还生病。这个我跟你解释过了，因为咱们那朋友跟咱是一个小区的，然后那个车位也比较紧张嘛，然后那个路又比较窄。你说他当时是晚点，他都给我打电话了，也把我吵醒了，是吧？而且咱有那么近，我就下去帮他停完，不就完事儿，不就回家接着睡不就行了吗？还有一次呢，那次更夸张，也是凌晨4、5点的时候，好几个朋友，还不光一个朋友，拎了1箱酒，4、5点凌晨，完了上我们家去，就让他喝酒。朋友一敲门去我们家的话，对我们影响特别不好，真的，我觉得。天天他这些朋友有点太过分了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你朋友说，你说我现在结婚了有孩子了，你们不应该这样。完了以后让他们走了以后呢，结果那个朋友他们酒没喝成，搬了1箱酒搬走了，结果我们家门口小区出门全是酒瓶子，碎的一地，摔的，就你们朋友弄的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这是些什么朋友啊？这个我承认这是有点过了。当时因为晚上一块吃饭嘛，吃完饭喝了一点酒，然后你说了嘛，你说你早点回家嘛，我也早点回去了，然后他们有第2场、第3场我也没去，对吧？然后就觉得最后吧，我一直没在，半场就走了嘛，就觉得缺我可能不是那么好玩了就那离开你，他们喝酒就喝不高兴了，还非得到我们家里来喝了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但是他到咱们家楼下了，又打电话又敲门的。你说我也不想影响到邻居是吧？我就开门让他们进来呗，先进来先安抚他们呗，又给他们沏茶又倒水的，是吧？我这么听你这些朋友好像并不尊重你。我现在也不怎么跟他们联系了。你们家到底过去靠谁来生活啊？应该是你吧？对。你是不是一直在创业啊？这2年吧。那这2年等于家用都是你挣喽？基本上是吧。那你应该玩命工作才对啊！2娃需要
你付出呢？我觉得他平常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的性格挺好的，对我也挺好的。可是我觉得他现在脾气特别大，因为他经常喝酒嘛，现在天天出去也很晚回来。那有的时候早回来就是想跟他沟通啊，然后跟他聊天什么的，基本上现在说不上几句话吧，然后就开始吵架。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的话，因为工作室也特别忙，而且现在客人特别稳定嘛。完了回去以后还得照顾孩子，而且还得给孩子做饭呢。反正就觉得自己挺累的，有的时候想回来跟他聊天，跟他沟通一下。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最多还是不够理解我吧，因为可能他创业，我也知道很累，可能我现在有点理解不了他这种每天出去喝酒啊这种。他说我现在脾气比较大，说我不理解他。那当时他创业的时候不也一样吗？对吧？我不也支持他理解他吗？我现在脾气大也不是我跟他吵，是他跟我吵。我跟你吵，你回来什么东西都不管，我能不跟你吵吗？跟你说话都不能好好沟通。如果你能帮我分担一些，你不像那样，我能跟你吵吗？你说我的确，我真的，有工作室，现在也特别稳定，真的特别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。我孩子有的时候我自己真的一个人照顾不过来的。我觉得我们儿子现在你都不怎么陪他，都缺父爱，他自己现在就觉得，哎呀，爸爸不在，没有安全感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是说天天不在家，你说你就不能给我2年的时间吗？就怎么讲呢？如果说你要真的有事儿，其实我能理解你，你可以出去应酬。那么你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你可以尽量的跟朋友讲，你可以不出去，因为我们的朋友圈子就很小啊，那有微信朋友圈都能看得见啊。就比如说他跟我讲说他去应酬了，结果第2天朋友一看见说，自己去什么呢？K 歌去了，然后跟朋友去酒吧去了，就这种，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 K 歌的时间，还有去酒吧的时间，尽早回家多陪陪孩子，因为现在孩子3岁多了，真的我觉得一个学习很重要。现在我们家孩子，你不觉得很需要陪伴吗？我也是为了2个孩子呀，对吧？不是你这喝酒能喝出钱是吗？不是，他说的这喝酒说的是一方面，我不回家也是有原因的嘛。啥原因？我一回家吧，其实大家都挺累，但我想的也是互相理解，不要吵架嘛。我一回家，听到的不是他们说是你吃饭了没有啊？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没有这种问我。我一回家之后就是他各种找茬，你的鞋呀，为什么脱在那儿还不放在柜子上啊？你衣服干嘛还不挂上去啊？袜子赶紧拿到洗手间去洗了呀！一进屋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无理取闹的找茬，你说时间久了谁受得了啊？那你回来如果说真的，别上圈套。他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学会听啊。这段话是他上场说了一段大实话。我不愿意回这个家，我回家他絮叨我，应酬，确实不是天天应酬，没那么多。是你老这样对我，我不愿意回那个家。我听对了吗？算是吧。你看不就这意思吗？我就也很奇怪嘛，因为怎么可能？我们都知道创业的人不可能天天喝酒，越是创业越没有机会去喝酒。我也不想这样。你说如果他回来就自己鞋放鞋架上，他衣服自己挂好了，收拾好了，什么弄好了，我能倒腾他吗？我不会啊。因为他自己就没有一个归人的地方，我看人不顺眼，我肯定得讲啊。我再问啊，你们要老二的时候，你们夫妻俩商量过吗？商量过。咋商量的呀？就觉得，因为我跟他是属于是比较远嘛，我是四川的，他是山东的嘛。那会儿我就觉得一个孩子挺孤单的，要一个最起码在他成长的路上有伴儿啊。而且我觉得。那个我们挺幸运的，而且我们儿子跟我们女儿刚好生日是在同一天，所以我觉得刚好相差3岁，我觉得应该挺幸福的。可是我觉得他并不是很珍惜，真的。我觉得现在，我觉得不是我变了，我觉得是他变了。我们俩刚开始11年在那个旅游时候认识的，当时觉得那个长得又好看嘛，又会做饭，他做饭挺好吃的，我又不会做饭嘛，爱吃又。觉得挺好，又是四川女孩，对吧？这2人就慢慢就走到一块儿，后来就结婚了嘛。那结婚了之后，他也选择了创业嘛。他创业我也支持他，对吧？我也帮助他。
他创业也忙，对吧？那你当时你创业的时候，孩子你不也没照顾吗？孩子不也没在身边吗？当时我不有一段时间也是我照顾的嘛，对吧？那当时我理解你，为什么你现在不理解我呢？好，我没有说不理解你，我没有照顾孩子嘛。我小孩大的那个7个月的时候，我出来创业，是不是稳定了以后1岁多的时候，我就把第一个孩子接过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一直自己照顾呀？而且我的工作我还照顾孩子，对吗？那我也挺支持你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旧账不翻，啊，说要求，什么要求？具体一点。我就希望他能多陪陪孩子吧，还有把他的脾气改改吧。我觉得现在我们还年轻，脾气都大，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儿没有定性的那种脾气，真的有点儿现在沟通不了。我觉得。行。反正先生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在了创业，对吧？咱别创了吧，啊？还创吗？我也想多挣点钱。还创吗？问你。创啊！你多挣钱是为了啥？为了孩子嘛。那你现在都不搭理他们，业创完了以后，孩子不认识爹了，哈哈，这事儿多冤枉呢。主要他现在他没有以前那么温柔了。你这还互相抱怨就开始了，不听车轱辘的抱怨了啊！听听老师们给你们什么建议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徐总，真是创业惹的祸吗？嘿嘿嘿，创业真的需要30天、25天都要在外面吗？喝酒那绝对不是创业，越创业越知道挣钱难。那会儿哪有这个时间、精力、钱去浪费在跟朋友吃吃喝喝的这份儿上？创业仅仅是借口，是你不回家的借口。你觉得他不够像以前那样温柔，不给你体恤了，觉得你哪都是毛病了，烦。对，怎么办呀？出去喝酒，逃避，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，现在在创业，对吧？告诉我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于他来说，当然是陪伴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错过了，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孩子一天一天长大，你错过一天就少一天。曾经我每个周末做节目，有一次我儿子突然无意当中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周末都能陪孩子，我的爸爸不行？你懂了吗？这是孩子的心声啊！你有这个给孩子诉说自己心声的机会吗？你没有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你太不合格了。老婆对你的提出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，让你尽量的在家多陪陪孩子。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几点：第一，知道谁是最爱你的人，谁最爱你，你就应该多爱谁。老婆孩子一定是第一位的。第二，踏实想想创业应该怎么创。喝酒喝不出来一个事业，只能喝出一身病，明白吗？然后你创业千万别创业的同时业没创出来，家倒让你创破，要注意珍惜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谢谢徐总。来，沙老师。说你在逃避家庭，然后不想回家，然后你
创业很了不起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别创了吧，你不踏实，你就不像一个创业的人。其实在我看来，你在那一些朋友心目当中，你只是个搞笑的人，就像你自己说的，他们可能觉得没有我在那儿陪他们喝酒不好玩吧。诚如像主持人所说，如果一个真正尊重你的朋友，万万不会在你家庭里面有老婆有2个孩子，还有一个是才7个月孩子的情况之下，半夜3更提着1箱酒到你家去喝酒的，有这样的朋友吗？你晚上还要帮别人去挪车，你晚上起夜给孩子换过尿布没？我不知道，哪有那么多闲工夫？所以说，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作为2个孩子的父亲，你太不珍惜这个家庭了。你们刚上来的时候，听你们描述完简单的故事，当时我就想揪他的耳朵，这么好的日子不过，老婆又漂亮又会做饭，还知道心疼你。所以我真的认为啊，如果你要搞笑，你在家里逗他笑，逗孩子笑，不挺好吗？你说你逗那些人笑，他们跟你过啊？我最讨厌的就是放着特别好的，别人都羡慕的好日子不过，非得作的这种。你创了2年业，你创了多少钱出来？虽然说创业并不一定以盈利为目的，但是既然你的初衷是为了这个家庭，为他去分担家庭的责任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你钱没见着，家庭的责任也没有分担，那你干什么去了呢？当不了老板，回家当你的小男人去，鞍前马后的做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就是我突然有一天在想，我看着我老父亲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天在想，我说这个男人教育过我吗？我一定相信他教育过我，但是他教育我那些话，我一句都记不起来了。我跟他也说过，我说我能想起来的，除了你跟我一起打篮球，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打桥牌、下围棋，就是我所有对他的印象都是玩儿。就我对我父亲的所有印象，我回忆全都是玩儿，没有什么他教育我和教训我。但是我相信这个玩儿可能是对我一个最好的教育。你得抓紧了，回家陪娃，好吧？你还比他大2岁是吧？你们俩的关系不就一直是这样的吗？看出来了，你带了3个娃，大哥、二弟和小妹，啊，大哥你回家吧，别出去混了。我们不一定事业成功啊，对吧？你能把这孩子照顾好，我觉得也挺成功的，真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还真是值得我们所有已婚有孩子的朋友反思，不是这一对夫妻，是所有的人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媳妇儿，可能以前也是没看清自己吧，不知道自己该重视什么。我以后我肯定好好的照顾孩子，然后老师们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。孩子现在儿子确实是跟我不怎么亲，我也想去改变。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，我一定去改，一定多照顾孩子，多陪你。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求你太多，多陪陪孩子吧，多关心关心我。毕竟我离家里很远，一个山东，一个四川，真的很需要关爱。时间到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就是当一个家庭的陪伴已经变成一种奢望的时候，其实所有人都应该把脚步慢下来了。我们现在听到的最多的是希望能够多陪伴，听到第2多的是能够放下手机，听到第3多的是能够放下手机并好好的陪伴在一起。这就说明这不是一个家庭问题，是整体我们的社会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值得反思这件事情啊，是不是走得太快了，都应该停下来陪一陪家人吧，并开门。
过去，别怕呀。谢谢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Hello， 谢谢。谢谢。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原谅我吧，媳妇儿。在爱里等着你，为你叹息的中有你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回吧，回去吧，啊，多陪娃啊，兄弟。